开学就撞上浑身是血的恐怖班主任。遇到这种情况先别慌，他其实是个体能为零的战五渣，就连说话都像蚊子的弱气娘。原本高二开学第一天，日和作为班主任登场就满头番茄酱，嘴里还不停嘟囔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这一幕给他们吓得不敢直视了。加上随身携带那本贴满神秘便签纸的笔记本，这一切诡异的行径让学生们私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咒恨老师”。学生们纷纷传言，只要惹怒了这位老师，就会遭到惨无人道的诅咒，导致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直到某天放学后，男主在教室里意外目睹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那个白天里让人不敢直视的魔女，此刻正一个人躲在空教室里对着空气练习讲课。她手里拿着写满注音的教案，声音细弱的像只小猫，一遍遍地重复着纸上的内容。因为体力太差，没练几分钟就开始喘气。桌子上各种玩偶当学生，一人分配2个角色沉浸在其中。不一会儿体力不够，差点摔倒，男主冲了进去，从口中得知原本刚来1年的日和就被要求当班主任。他很害怕自己做得不好，早上头上的番茄酱就是摔倒造成的。而男主看着这个明明害怕的要死，声音在发抖却依然拼尽全力想要做一名好老师的班主任，他瞬间被日和这种笨拙又真挚的反差魅力深深击中。他知道他遇上了这一生最放不下的人。さっきは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完全に好きになった。之后男主又遇到日和，他居然穿着以前的高中校服正在热身，才几个动作就气喘吁吁，跳绳更是最后把自己缠起来，一不小心踩到啥都会摔倒的人。好在每一次都有男主冲上去当肉垫。学校要举办跳绳比赛，体力为零的他不想拖后腿，这才在这里练习跳绳。想从基础的锻炼开始，却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それに私体に力を入れると変な声が出ちゃってご近所迷惑を。変な声って何？いつも出してる呪いの声みたいなやつ。为此日和让男主帮他，最基础的仰卧起坐一个也完成不了，甚至衣服都快撑破了。之后一个雨天，男主在书店遇到了买书的日和，可到最后结账时就因为钱开始慌张起来。若老师居然连经济都这么弱，好在经过大脑计算发现钱刚刚好，然而装书的袋子一个5元，这下是真的没钱了。男主人彻底懵逼，紧张的日和最后选择抱着3本书回去，可外面下着雨，男主有点不放心，想到自己好像有袋子，于是跑上去叫住了日和，一个脚滑摔倒在男主身上，碰撞感立马让他精神了许多，递过去袋子完美的保护了书，身上淋湿的他居然老奸巨猾，男主福利直接吃饱。几天后，日和喘着粗气去学校，今天是他当班主任第一次开班会，碰巧遇到的学生因为他的传言被吓一跳，来到教室整个人都没精神了。台下的同学依旧一脸害怕，讲台上的他紧张到写字歪歪扭扭，心跳加速，紧绷裙子一个用力撞到桌子，美工刀掉在了地上，去捡的他不小心把丝袜挂在了钉子上。此刻的他面对下面的学生不敢动弹，男主察觉到了不对劲，加上这是日和的第一次开会，于是起身朝讲台走去，直言自己要当班长，趁机帮助撤掉挂在钉子上的丝袜。于是下课后的男主收到了日和的纸条，赴约来到没人的教室。日和太想当好一名老师，可学生们似乎很害怕他，男主跟他们不一样，这让日和打心底感到开心。于是为了化解这些误会，男主便开始从声音抓起，给了日和一个扩音器，上课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声音小了，只不过说几句就会感到很累，但还是很感谢男主帮他。男主也从此暗中帮助这个笨拙又可爱的若老师解开学生们的误会。以上就是若老师第1集的内容，聚焦于反差萌的极致展现。被全校误传为诅咒魔女的新人教师若村日和，实则是个连粉笔都拿不稳的社恐战五渣。得知情况的男主决心担任班长，守护这位笨拙又努力的老师。首集通过细腻的演出，将师生间误会窥见真相到守护约定的情感转变刻画的温馨又搞笑，为后续的校园恋爱喜剧埋下完美伏笔。总体来说值得观看。眼前的老师到底有多弱鸡？各项体育数据简直令人堪忧，扔铅球直接干负成绩，50米跑包括休息花了3分多钟，动不动就会停下来大口喘着粗气。相比另一位同学，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班上运动神经超群的强辣妹瑞希50m走は4秒、反復横跳びは多分100回跳ぶ。你没看错，这简直是超人。接下来的跳远更是一个起跳飞了出去，5米直接打破世界纪录。回头来看，日和已经躺在地上了，男主人妈了，你敢想这是被瑞希的风压吹到的，当场倒头就睡。保健室内经过休息才缓过来，虽然体测没完成，但他却感到很开心，能和学生一起体验课程已经很不错了。紧接着没站稳，直接倒在男主怀中睡着。你别说，这个样子还挺卡哇伊，躺在床上还在碎碎念。班上瑞希听说同学被咒恨老师给吓到，一身蛮劲的他当场要去看看怎么个回事。来到保健室门口，推开门，ぬいぐるみに生徒の名前なんでち？これ絶対サボってるじゃん。悪魔召喚の儀式じゃん。決定的だ。コワコワ先生は本当にコワコワだったんだ。
见瑞希的到来，日和还以为他是有东西忘拿了，男主已经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瑞希现在害怕的要命，教室的布局加上手里的剪刀，不知如何解释。明明自己只是在修补玩偶，不小心伤到了手，导致流血。于是为了解开误会，日和朝瑞希走去，这个眼神不吓到人才怪。说话太小声又被当成念咒语，桌子上的玩偶被当成学生变的，简直是越解释越黑。传闻整个学校都已经被日和这个咒恨老师给支配了，这传言没谁了。还想解释的他上前被瑞希果断打断，男主也想说点什么就被打住。在他眼里，男主已经被洗脑了，没资格跟他说话。两人之前是小学同学，在他的认知里，男主根本不会去竞选班长，现在改变这么大，属实有问题。为了守护这所学校，现在害怕的他正义感爆棚，真要打起来，男主两人都不是对手。转头让日和先跑，自己留下来挡差。然而日和已经被瑞希刚才的举动所迷住。私のことが怖いのに、それでも皆さんのために立ち向かって。私ずっと憧れてたんです。いつもクラスの中心で、体力テストだってすごくて。本当に誤解なんです。私皆さんに危害を加えようだなんて。先生。这里男主直接吃饱了，日和因为刚才的小伤口直接贫血，果然还是太弱了。经过这番操作，瑞希有点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了。眼前这个弱老师或许真的不是传闻中的那样，可没人垫背可不行，于是把目标对准了男主，想让日和帮忙解释，可下一秒就晕了过去。经过这件事，瑞希像变了个人，首先向昨天的事情表示了抱歉，而且两人直接成了要好的朋友。剧情发展太快，都把男主看懵逼了。突然瑞希表示要当班长，这样就有更多时间帮助日和。眼看饭碗要被抢，男主哪能同意？可面临他的就是一堆缺点扑面而来。好在男主之前的帮助给了日和很大的鼓舞，这是他所要感激的地方。可瑞希还是想当班长，为此他愿意教日和很多东西，就比如说话小声这方面，只要大口吸入空气喊出去就行。来到窗前就给了一波演示。何やってんの？迷惑だろ。っていうか、なんで俺の悪口？いいじゃん別に。吹奏楽部とか普通に外でやってんじゃん。日和一脸羡慕，要是有这样的声音就不用担心学生听不见了。于是来到窗前的他试了试，蚊子声音仿佛被空气吸收了一样，以为是西装的原因。瑞希上前拨弄起衣服，一不小心就扯开了，场面一度让男主大饱眼福。后面的剧情我就给大家看了。之后有了瑞希的帮助，男主仿佛失去了存在感一样。回到家的男主日子也不好过，他有一位29岁的姐姐，性格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宠弟狂魔。打扫房间要吃什么东西都会给他做，男主的冷淡甚至会让他像一个小孩一样伤心哭闹。迫于独立的男主不需要他的太多关心，姐姐的关爱无处释放让他难受。直到有人来敲门，以为是男主的快递，姐姐立马去开门，可声音有点不对劲。男主来到客厅看到了日和，姐姐正在像宠小孩一样给他喂东西。男主大吃一惊，得知日和搬到了他的隔壁，整个人是激动外加害羞的，尤其是姐姐像是找到了心之所属，把所有的关心都加在了他身上。男主则被命令回房间学习，他并没有伤心，而是一种解脱。日和的留下来也让他感到开心。以上便是弱老师第2集的内容。第2集的笑点密度比第1集更高，特别是体能测试那段，几乎是全程笑到岔气。但笑过之后，你会发现日和那种即便弱到爆也要全力以赴的态度，其实传递了一种很暖心的力量。弱者不必自卑，拼尽全力的样子本身就很耀眼。为了让一位长期待在家的学生来上学，弱老师不惜换上兔女郎服装满足对方的爱好。这一招确实让对方从此爱上了上学。不久前的日和搬到了男主隔壁，一大早打完招呼，看着这个乱糟糟的房间，姐姐由于是护士要去上班，男主便留下来帮忙整理这些东西，还得知了日和每天都会熬到很晚整理教学文件。可现在因为太乱找不到了，男主便帮忙寻找起来。然而看似一本正经的查漏补缺工作，却因为男主无意间翻出了一条性感眼罩而彻底大幅拐弯。日和连忙解释是店员推荐给他的，日常上班不会穿，只有假期的时候才会，这跟不打自招没啥区别。紧接着就是开始正常的整理东西，没一会找到了教学文件。日和一高兴碰到了身后的箱子，男主见状赶紧冲上去用身体挡了下来，又是典型的福利局。放学回家两人一起，从日和口中得知班中有一位叫右树的同学长期不来学校，抱着对学生永不放弃的执念。尽管对方对他的拜访屡次不理不睬，甚至态度恶劣，日和依然每周坚持不懈的上门家访，而且对方看着个子不高，打招呼的方式属实逆天。男主见状拉着右树来到家里，一言不合开始对他刚才的行为举止进行说教，还督促他回学校上课。可一顿语言输出下来，右树完全不理会。于是为了惩罚他喜欢袭击欧派的爱好，男主直接上手让他感触一下。嫌だろ、不快だ。なんかわずかに柔らかい。誤解です。
です先生。男主赶紧追出去进行道歉，可他的行为让佑树更不想去学校了。回去的时候，日和向男主表示了抱歉，没能提前说明佑树是一位女孩，男主没在意。第二天放学后，又来到佑树家里，向昨天的事情又进行了道歉，一如既往让他去上学，或许可以看见日和不一样的画面。至于是什么，佑树心里自然清楚。此话一出，他满眼都是期待的目光，冲出家门向日和表示自己明天就开始上学。开心的日和还不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改变的。于是第二天穿上校服的佑树来到了学校，就算是上课满脑子都是缠日和的身子，卡哇伊的一面吸引了瑞希的注意，于是下课后就被他一把搂入怀中把玩起来。初次见面就体验了一波洗面奶，一天下来没找到日和，佑树坐在楼梯拐角伤心起来，又萌生了不想来学校的心理。就在这时，日和出现，而且还穿着一身兔女郎服装。看见这一幕的佑树心情总算好了许多，只不过男主拿着饮料也来到了这里，正好见到了大饱眼福的一幕。此后帮助日和的成员又多了一位，佑树也感谢了男主的帮助，三人势必扯掉日和咒恨老师的绰号，成为一名学生爱戴的老师。这时日和穿着一身幽灵服装出现，要是还有其他同学指定要被吓一跳。紧接着佑树提出玩 cosplay， 一起给日和挑选 cos 服，尤其是木乃伊的造型。日和一个不小心脚滑摔倒，男主又享福了，若老师也太弱了吧，爬山才走没多久就大口喘着粗气，这给男主都看傻了。为了照顾日和，男主留下来陪他一起慢慢爬，只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日和喝了口水就立马想上厕所，距离最近的厕所还有段路程，于是只能找个地方解决，那就是一旁的小树林。男主自然被要求把风防止其他人靠近，毕竟可是一个班的学生来爬山。全力で守るのみ。川のせせらぎを聞いた気がした。山登り作戦失敗。晚上泡温泉这个情节有点无聊，都见怪不怪了，所以给大家直接跳过吧。事后男主向刚才的事情进行了道歉，日和都不好意思了，连忙表示没关系。而他现在正在整理明天试胆大会要用到的道具，大部分都是自己制作的，也为此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男主不禁心生佩服，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和同学拉近距离。这时开门声响起，在另一位老师进来拿东西时，两人躲进了柜子里。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多少让男主有点把持不住，就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见。日和却对试胆大会即将到来感到无比兴奋。第二天的野炊，瑞希力气过大，直接把菜板切成了2半，多少有点吓人啊。一旁的日和被佑树拉着一起做料理，第一次穿围裙的样子也是给男主看呆，可依旧中看不中用。あ、なんか嫌な予感が。主念込めてる。食べたら死ぬ。弱先生は包丁さばきも弱。同学被这一操作吓到，男主赶紧上去圆场，让瑞希也表个态。可男主刚才的样子让他感到有点恶心，红温的样子不小心伤到了手。目睹这一过程的日和赶紧跑了过来，直接上嘴给男主来了一波爱的治疗。换谁来了都得迷糊，反应过来时连忙表示抱歉，以前受伤母亲都会这样做，这才下意识的给他复刻了一遍。这一幕又给刚才的两人给吓住。晚上天空下起了雨，户外试胆大会难道就要因此取消？周围充斥着抱怨的气息，日和也因此感到伤心。在男主来找他时，立马哭了出来，抱怨自己就是一个渔女，一到重要活动就下雨。男主见状连忙安慰，同时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日和不开心，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于是2个半小时后，等日和来到教室时，发现这里已经被改造成试胆大会，每一间教室都有鬼，必须回收符咒才能过关。多亏了日和的道具让气氛都很到位，当然这一切的幕后操作者当属男主，号召大家一起制作了这期室内试胆大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日和感动得落泪。忙完一切的男主回来时还给他带了一件幽灵服，尽情的去扮鬼吓人玩得开心。雨停后，日和约男主出来感谢今天的帮助，这都是小事，男主很乐意效劳，因为他可是很喜欢日和的。此话一出，两人都紧张得不成人样，男主赶紧解释是师生之间的喜欢，日和完全没有一点怀疑，开心的像个孩子。殊不知男主打心底已经喜欢上了他，不明所以的日和为此也说出了那句喜欢。よかった。私もアビスラくんが好きです。教師と生徒として相思相愛ですね。そういう意味で。先生。すみません、地面がぬかるんでて。今日はアビクラくんがこけちゃいましたね。俺の全然ほどほどじゃない林間学校は先生の笑顔で終わった。若老师为了拍照穿的到底有多大胆，从两人的表情便可以看出来。而且之前男主跟日和在泳池的画面被别人拍了下来，对方留下一封信让他来见一面，男主马不停蹄的赶来赴约。对方是高3年级的九莉，手上拿着他和日和泳池独处的照片，一旦散播出去，日和老师的工作指定要泡汤。只不过没想到日和也在这里，一身运动短裤给男主看，呆在原地。九莉掏出相机就是一顿拍，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脑子里都是如何拍摄日和更深层次的照片。可佑树有的一拼，都是一个执着于某些方面的变态。
还想建立一个摄影社，请男主他们当社团成员。男主心里自然不是很情愿，尤其还要为日和考虑。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日和一脸兴奋地答应了下来。尽管男主再怎么强调久利会拍一些变态照片，可仍然没能劝阻下来，反倒是大力支持像久利这样的同学。于是接下来就是让日和摆姿势，就连男主也被叫去帮忙，这让他一个大男人情何以堪，脸红的样子已经数不胜数了。久利就这样一顿拍，效果很不错，男主也被这些照片的精髓给打动，加入了摄影社。这时佑树出现，作为日和的狂热学生，两人一见面就要分个高低，互相拿出最满意的照片来一较高下。日和跟男主倒是想把他们两个变成朋友，一起加入摄影社，为了共同拍出一张不分伯仲的照片。接下来日和也是豁了出去，大胆的着装，属实是给两人看美了。佑树赶紧拍了几张具有代表意义的。完事后轮到久利，日和穿上了昨天的泳衣，同样在男主的帮助下拍了很多张。来到对决的时刻，两人的照片都得到了对方的暗自认可，可依旧为了胜利一个不服一个。名言出た。どうして喧嘩するんですか？私はどちらもすごく素敵に撮っていただいたと思ってます。対立せずに認め合って仲良く素敵な写真部を作りませんか？男主也拿出了自己拍的照片，是一张日和上课的照片，在他看来很普通，但很具有教师魅力，连日和也觉得很不错。两人看了之后甘拜下风，互相开始互吹对方都拍得很不错。佑树也因此加入了摄影社，两人见状为他们感到开心。转眼明天就是结业课，暑假即将来临，班里的黄毛准备跟女友来一波接吻，这句话刚好被男主听见。下午遇到拍照的日和，为表达这学期同学的努力，日和提前给了男主一块全勤奖，剩下的明天逐个发给那些全勤的学生。男主一脸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同时也感谢了日和的照顾。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先生のおかげですごく充実した1学期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こそ、アビクラ君にはたくさん助けてもらって、夏休みもお元気で、いっぱい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いや根性の別れじゃないんで。いやでもそうか、夏休みに入ったら学校ないから会えなくなる。家が隣といえどそうそう会う理由なんて。这时周围传来声音，两人赶紧躲起来看看怎么个事，发现是今天早上的那个黄毛，对方居然来真的。两人被这一画面愣住，尤其是日和表现出来的样子有点夸张了，大脑开始混乱起来，一不小心瘫软在地，大口喘着粗气。若若老师果然还是太弱，回去时脑袋里还在想刚才的画面，男主却在想这个暑假该怎么和日和拉近关系。不巧被久利撞见，开口就表示他们是不是在约会，当然只是开玩笑，目的是这个暑假的计划，准备举办一场摄影合宿，也算是间接帮助男主跟日和拉近关系做嫁衣。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若若老师居然穿着睡衣来他的房间，嘴上说着来照顾感冒的他，殊不知被其他人给耍了，主要最后还在房间里睡了一晚。暑假来临，几人来到海边合宿旅游，面对几位身材火辣的女孩，男主自然大饱眼福了一番。而且到了晚上，久利提议玩国王游戏，抽到国王的人可以命令其他人，男主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久利一脸邪笑，指定要干坏事，男主便想提前抽到国王，停止这场游戏。然而第一回合日和抽到了国王，规则需要先报数字再提要求，不知道谁是几号才是游戏的最大亮点。于是日和让2号对4号的人进行夸奖，这个要求对于两人来说太友好了。男主巴不得日和一直做国王。抽签环节，男主2号瑞希4号，经过大脑思考一番后，直言瑞希社交能力很厉害，和佑树那种很难接近的人都能成为朋友，外加运动神经超群。说完，瑞希小脸一红，紧张起来，就连大家也一起夸赞了他。接下来瑞希抽到国王，目标3号说出自己喜欢的类型。若若老师中招，但他居然不知道怎么回答，瑞希便给了他一些提示，于是便说出了喜欢全力以赴非常努力的人。男主立马大吃一惊，对于喜欢日和的他来说截然相反。辛い。もう聞かんとこ。そうでなくとも、お互いに尊敬し合えて、こんな人になりたいって思えるような、そんな関係が素敵だな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はあ、さすが大人って感じ。まあでも今のところ平和な命令ばっかりだし、さすがにこの流れをぶち壊すような王様は。轮到佑树国王，至于命令直接给男主看的全程脸红。久利当国王就是让两人互相吃巧克力棒，佑树跟姐姐直接上演百合，还被当场给拍了下来。接下来各种奇葩规则直接给男主整得怀疑自己，全程一次也没能当上国王，只想赶紧结束游戏的他不曾想更炸裂的还在后面。几个小时前，姐姐居然想让日和当他的弟媳，拜托久利务必这次合宿提高他们两个的亲密度。于是久利当国王，让1号2号接吻给大家看，签子被动手脚被两人抽中，两人立马害羞的互相看着对方，师生接吻，这是
他们不曾想到的画面。男主自然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立马大声咳嗽，以感冒为由止步这场游戏，回房间休息。计划被打破，怎么可能到此结束？回到房间还没缓过来，日和推开房门走进来，并提出要不要一起睡。这谁受得了？脸红心跳加速，大脑一片空白。殊不知日和被姐姐跟九莉耍了，这么整就是为了凑合他们。一句玩笑话就把他这个弱弱老师当场蒙骗过去。事情被拆穿后，本以为到此结束了，下一秒日和贴着他的额头测体温，没有发烧倒是给男主吓一跳，只好把没生病的事情说了出来。先生が騙されまくっていて辛い。なるほど。確かにそれならキスはできませんもんね。アビクラ君は賢いですね。ええ。でも王様ゲームって中断しちゃってよ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じゃあ私は戻りますね。おやすみなさい。はい。门打不开了，九莉把门锁了，还把空调温度调低。一想到明天早上的画面就让他兴奋，两人就这样裹在一起。冷空气袭来，日和打了个喷嚏，果然身体也很弱。一天的游玩让日和当场倒在男主怀里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这一幕自然被姐姐他们尽收眼底。出门拍照，昨天的事情就跟没发生一样。日和对什么都很好奇，男主跟着给他拍照打卡。风一吹，又是不一样的风景。回来时，瑞希不见了，只在地上发现了遗落的手机。几人立马分头寻找起来。一处树林旁，瑞希跳了出来，刚才在树林里迷路了。而男主的关心让他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不知不觉喜欢上了男主。男孩怎么也没想到，一张照片就俘获了弱弱老师的芳心，不仅把他所有的优点说了出来，甚至因为一个烟花让两人距离有了质的飞跃。除了弱弱老师之外，瑞希居然也喜欢男主，在被男主帮助之后，直接开始了表白。可在男主的眼里，瑞希应该讨厌他才是。又询问了瑞希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不久前的他走着走着迷路了，手机也不知道掉在哪里。后面打听了之后，已经离这里很远了。回去时遇到了小孩摔倒受伤，自己便扯掉衣服帮对方包扎，之后便不知不觉走了回来，遇到了男主。既然没事了，两人准备回去，天空却不作美，下起了雨。两人赶紧来到车站躲雨。在这里，瑞希表现得格外温柔，跟以前比起来反差很大，多少让男主有点不适应了。在瑞希眼里，男主应该讨厌他才是，殊不知男主根本没这个想法。瑞希便提到小学时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就转学了，这给他的打击很大，直到升入高中才再次相遇。闻言，男主想起了自己当时留了一封信给他，瑞希当场懵逼。平时桌厢太乱，也经常丢失东西，要不是男主说出来都不知道还有这回事，看来是自己误会了，连忙表示抱歉。经此一事，两人也算是化解了这段时间的不愉快。雨停后，日和拿着雨伞找到他们，只不过居然跑摔倒了。晚上几人开始了最后一天的游玩，男主拿了洗好的照片给日和，这给他看得一脸开心和喜欢，随即立马来到男主面前，眼神紧盯着他。なんだ急に見つめてきて。私アビクラ君みたいになりたいです。え？アビクラ君みたいに何でもちゃんとできる人に。ムクバイさんが帰ってこなかった時も冷静で、写真も上手ですし、成績だって大体平均以上でしたよね。いや、私はやりたいこともしてあげたい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るのに、不器用で能力がなくて達成できなかったりするので。先生？もしかしてムクバヤシがいなくなった時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って気にしてるのか？いや俺は器用貧乏というか、そこそこできても特別得意なことは何もないし、無理そうなことは最初から挑戦しないんですよ。それより先生の方が生徒の名前も出席番号もすぐ覚えてたし、対策プリントだって全員分作るし、写真部の顧問になったからって進んでカメラの勉強したり、だから俺は何事にも手を抜かない一生懸命な先生みたいになりたいです。这一番话给了日和很大的鼓舞，他们两人互相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比如日和昨晚向大家说的话，那些都是他作为一位老师进步的地方。这时瑞希大声让两人小心，只见一个旋转烟花正朝他们袭来，一声大叫后，日和摔倒在男主怀里，妥妥的又吃了一波福利。回到各自的家，日和居然晒伤了，男主自然而然被要求帮忙涂药。完事后感谢了男主，借此也加上了日和的联系方式，有啥事情都可以叫他。第二天一早就来让男主陪他去锻炼，群里还有下礼拜晚上的花火大会邀约。随后两人来到一处公园开始运动，弱弱老师一如既往的弱，几个动作下来就开始喘着粗气，这给男主都看傻了，就连身边的小朋友都无情的嘲笑他，这打击属实让他抬不起头，可依旧不放弃。最后一番努力下有了不小的成果，转眼来到花火大会，日和穿上一身漂亮的浴衣给男主看，脸红了，眼睛自然而然的打量起了身材。男孩只是给了弱弱老师一张照片就让对方心动，奈何傻白甜的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感。只因暑假的最后一天，日和陷入选择困难症。
证。之前一起拍了很多照片，他又是社团的顾问，需要选一张照片来突出最棒的夏天。现在的他完全不知道选那一张，男主也拍的有几张，但不好意思给日和。为了交社团的作业，让男主陪他选照片，可把所有照片放在地上，没一张能看的，全都失焦了。男主瞬间头大。日和因为第一次和大家一起拍照，没舍得删掉这些，好在还是有几张能入目的，勉强可以拿来当做社团的作业。看见还有自己的照片，男主顿时大吃一惊。花火大会の時、アビクラくんが真剣な眼差しで写真を撮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が頑張ってるなーって思って。嬉しい。好きな人にいつの間にか見られていることがこんなに嬉しいとは。やっぱり全部大切な思い出です。選べません。日和还有一些照片，准备去把这些全部打印出来。傍晚，两人看着手里的照片，男主停下脚步叫住日和，伸手递给了他一张自己拍的照片，是大家一起的合照。日和瞬间一脸开心的像个小孩，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看见他这么开心，男主心里自然同乐。最初は先生にプレゼントして喜んでもらえる写真がいいなって、それが俺の最高の夏か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けど、先生が一生懸命選んでるのを見て、やっぱり自分が好きな写真にするべきかなって思って。ってなったらなんか集合写真に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やっぱ夏休みを楽しく過ごせたのはみんなのおかげなんで。とはいえプレゼントするっていうのは決めてたんで、よかったらもらってください。私が喜ぶ写真がアビクラくんの最高の夏。しまった。俺また告白魔界のことを。いや、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るので。いえ、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男主的关心也让他又产生了和母亲撒娇的情感，也就男主心里清楚这是什么。第二学期开始，日和还是那么紧张。回想这个暑假发生的点点滴滴，男主对日和也算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在慢慢靠近。社团内酒力让大家把最具代表夏天的照片分享出来，叫不出照片的人要玩 cosplay， 男主瞬间慌了。只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各自的照片居然都是合照。日和一脸开心，大家对最棒的夏天看来是每一位成员的不可或缺，气氛开始变得微妙。但为了有人去玩 cosplay， 酒力又提出拿其他的照片出来。反正几轮下来，男主没一张能拿得出手的。按规矩要穿上准备好的衣服，下一秒一件旗袍拿了出来，转眼男主便穿上了这件令他尴尬的衣服。几人笑得合不拢嘴，还给他拍了几张照片留念。日和也很喜欢，掏出手机赶紧拍几张。回到家，日和一直跟着男主，只因在学校期间保护摔倒的日和，导致他的手受伤。尽管男主表示自己没事，可日和非要照顾他，还从男主姐姐那里学了照顾的知识。姐姐指定没安好心，男主想看看他们两个聊的什么被拒绝，姐姐要很晚才回来，这段时间就由他照顾男主。于是男主上厕所也要管，这给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でもどう説明したら。アビクラくん。お台所をお借りしてます。少し早いですがお夕飯にしましょう。先生。先生の手料理。大丈夫です。私だって少しならお料理できます。お野菜を切ったりとかの力仕事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しまうだけで。力仕事？今日は時短でカット野菜を使いますので、簡単なもので申し訳ないのですが。原来不止若若老师喜欢上男主，青梅也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下心动。ドキドキした？お兄ちゃん。就在男主帮忙搬书受伤后，日和特地过来照顾他。尽管表示自己没事，但日和铁了心要照顾他。就这样，两人度过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时间段，直到姐姐回来，日和才回去。第二天得知男主受伤的两人上前来关心，为了方便照顾，右树把桌子搬了过来，并立马换上了一身护士服。瑞希见状当场愣住，这段时间愿意为男主做任何事情。瑞希脸红慌张了，这副表情倒是给右树看得一脸开心。言语刺激下，瑞希也搬了桌子过来，同样的护士服势必表现得更好。针锋相对的两人把男主整得一脸不知所措，班上也随即议论纷纷，多少有点羡慕男主。接下来不管吃饭还是做什么都被两人承包，甚至来到摄影社都不放过。直到日和拿着药箱来到这里才打断了他们。几天后，朋友询问瑞希是不是喜欢男主，如果只是朋友，那上次教室发生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学校还因此产生了传闻，只要当班长就会有2位专属小护士。瑞希每天都在讲男主的事，这在两人眼里不是心动是什么？提到保护，力大无穷的他保护男主还差不多。这发言实属让两人无言以对，依旧相信瑞希指定对男主有感觉，因为这些事瑞希也开始想什么是恋爱。从少女漫画里发现对象应该是光彩夺目的大帅哥，瞟了男主一眼，既没有什么闪光点，平时也一脸冷冰冰的样子。头大之时想到了去问其他人试试，路上遇到日和，得知瑞希有事情请教，让他感到很开心。殊不知日和跟他就是半斤八两，在感情这件事上根本就是小白。でね、友達がその子に恋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言うんだけど、自分だとよくわかんなくて。
確かに他の人よりちょっと特別ではあるの。一緒にいるとなんか変な態度取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か。若林さん、それはお母さんの気持ちです。お母さん？一緒にいるとなぜか甘えた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り、逆に甘えてほしくなったり戸惑いますよね。わかります。家族みたいな？それです。なるほど。了解后给他高兴的，男主回到教室准备收拾东西回家，顺便让瑞希陪他去个地方。这瞬间让他脸红的像泡泡茶壶，不等反应过来就被拽走。然而只是为了抢特价鸡蛋才跑这么快，瑞希多少有点小失望。回去时买的太多有点重，瑞希一把夺过帮他拿，跟个没事人一样快速朝家跑去。转眼就来到楼下，为表感谢让他上去坐喝杯咖啡，整个人别提有多高兴。想起小时候男主提不动东西，瑞希便整个人一起抬回家，妥妥的把硬实力展示了出来。但因力气大也总会破坏东西，背后都是男主在帮忙善后。看见一旁的新柜子，因为太重准备有时间再处理，秉持来都来了的道理，瑞希起身准备帮忙解决这么重的东西跟完事的。然而不小心碰到桌角，危急关头男主连忙冲上去一把扶住，力气再大但还是有点笨手笨脚，在男主眼里已经闯祸好几次了，不管怎么样也要保护好自己才是。闻言瑞希当场心动，虽说自己力气大，可一直以来都是男主在保护着她，起身拥入男主怀中，果然还是心动的感觉，同时也让男主懵逼，随即拿起包包赶紧跑路明天见。转眼来到10月份，体育季即将到来，从日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有多么讨厌这个节日，为此让几人陪他进行魔鬼训练。若若老师意外地发现男孩为了他手受伤了，于是答应用一生来报答。人生をかけて恩返し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れどういうプロポーズ的な。明美さんにはアビクラくんがどういうことで喜ぶのかまた聞いておかないと。姉はちょっと楽しみにしててくださいね。体育季来临，全年级都要参加团体跳绳比赛，获得前3名的年级可以烤肉自由。在那之前，日和就一直在这上面下功夫，只因每个班级的班主任也要参加，为了不拖后腿，让大家陪他一起练习。一个下午训练完累倒在地，第2天的团体练习看似起跳了，奈何压根没跳过去，最后还被绳子缠成一团。体育馆内大家纷纷支招帮忙，就比如唱歌寻找节奏，然而一开口咿咿呀呀的一句没听清楚，不出意外跳绳又不过关，这样下去指定要倒数了。男主便让日和跳绳时看着他，没想到这招居然奏效了，顺利完成了一个。有了进步就加大练习，来到第2天已经可以单独跳好几个，和昨天相比判若两人。漫步上轨道也不错，就是体力这方面不行，没几个回合就累倒在地。转眼来到体育季，扛沙包瑞希直接天神下凡拿下第1，拔河更不用说力大如牛的他，轻轻发力就是别人的一辈子，在这几个项目里直接包揽冠军，酒力也不是吃素的。高3年级组的接力赛以第1名的姿态冲线，给男主人都看傻了。待会儿就要到自己的短跑比赛，前去换衣服的他遇到了日和，刚才瑞希的比赛给他看得一脸激动。男主虽然也不擅长运动，但还是让日和来看他的比赛。随着发令枪响起，男主飞快冲了出去，势必在日和面前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拿了第2名还算不错，跟他预期的好了很多。第1名走过来夸赞了他很厉害，起步就给他吓了一跳，这样的状况属实让他没想到。日和连忙跑过来握紧他的手一顿夸赞，姐姐同样为他感到开心。来到团体跳绳比赛，多少让他们有点紧张，为了吃烤肉一个个也信心倍增，唯独日和一脸的害怕。于是男主把他带到一旁进行鼓励。少なくともみんなは先生との練習の日々を踏まえて、その上で優勝を狙えるって信じて張り切ってます。でも私。何より俺は先生は飛べるって信じてます。4月からずっと見てましたから。そうですね。ダメですね、私。自分のことばっかりで。皆さんが私を信じてくれているように、私も私を信じます。それでも、もしどうしても怖くなったら、また、練習の時みたいに、アビクラくんだけ見てます。もう本当に大丈夫だ。比赛开始，绳子拍打地板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一队的状态都很不错。日和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展示出来。随着时间截止进行数量统计，看着排名出来的瞬间，日和的眼睛都亮了，不等开心的片刻，立马扑到男主怀中喜极而泣。他们的班级拿下了第2名的好成绩，晚上就是一顿自助烧烤庆祝。日和在一旁为大家烤肉，和同学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步。男主为了班级手起了水泡，日和立马给他进行了一波心理治疗。回去的路上感谢了男主这段时间的帮助，这让他这个班长都不好意思了。下一秒握紧他的手要用一生来报答，给他整得一脸吃惊。原本就喜欢日和的他来说，心里指定很开心。只不过日和很单纯，在感情这方面还是很欠缺，就像若若老师一样很直白明了，因为下一秒肚子就疼了，消化不良也会。果然太弱了，需要男主的关心和帮助。至此完结撒花。